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这一次，许凯给内娱演员敲响警钟，黄渤说的话，终于有人信了。上帝始终是公平的，每个人得到一点，也注定要失去一部分。这句话在《承欢记》里似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，而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故事的女主麦承欢一路走来跌跌撞撞，她失去了维持3年之久的爱情，才能遇到真正的幸福。事业上虽然也是一路波折，但她比任何人都要幸运。继承了兴安里，她的事业面临着新的挑战，也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家长里短、情感争执、生活烦恼，都能在《承欢记》中找到对应的部分。这种极具人间烟火气的表达，又能观众太多人深陷剧情无法自拔。或许这就是作品本身的魅力。目前最热的剧除了《城中之城》，就是《承欢记》，收视与热度持续领跑。与作品和演员相关的争议层出不穷。张艺谋导演说了，一部作品有争议才是好的现象。回到原题，好剧之所以被追捧，除了剧本过硬，演员的好与坏成为了决定因素。《承欢记》中相对较多的一个争议就是许凯，太尴尬了，演技生硬的不行，能不能有点表情啊？还是把男主换掉吧。类似的批评声在豆瓣评论区一抓一大把。一部作品，一个角色，这一次许凯给内娱演员敲响警钟，黄渤说的话，终于有人信了。《承欢记》对家庭关系、情感等几个维度的描述很真实，几位实力派演员也让剧情走进现实。何赛飞饰演的刘婉玉是慈爱的，但她给孩子的爱又是窒息的。看完你就会发现，望女成凤放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也是多么普遍的事情。这个词所寄托的，应当是来自长辈和家庭的爱。吴彦姝饰演的陈淑贞，代表的更是一种与世无争的状态，坦然接受已经发生的一切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再看看杨紫饰演的麦承欢，她清醒而独立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始终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再看演技，青年演员怎么可能没有争议？包括杨紫。之前的一段采访令人印象深刻，杨紫坦然称，接受所有的批评。一部新作品播出，新角色会有争议，辩证的看待，最主要的还是提升自己。就像麦承欢，剧集播出不久，就有观众出来说了，看着怎么跟以前的角色一个样呢？没什么改变，演技甚至有点退步，没什么惊喜。仔细看，多去理解角色本身，才发现杨紫就是角色本身。一些情绪戏的处理最有打动力。当看到陈淑贞去世的那一刻，麦承欢是慌乱的，他不知道该怎么接受眼前的一切。明亮的眼眸中慢慢浸满泪水，随着悲伤情绪一点点扩散，这些眼泪又顺着脸颊缓缓落下。没有一句台词，却能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角色在一刻的难过。后边到了葬礼上，他看到奶奶的慈言善语，情绪再次失控，可又想起来奶奶说不能哭，他忍着。可听到那些话，又怎么能不哭呢？这两段哭戏被杨紫处理得很微妙，一些小细节的拿捏简直不要太准确。很成功的一点就是他的表演能抓住人心，让观众跟着落泪，去感受角色的喜怒哀乐。这样的表演算得上成功。或许在其他的一些桥段中，杨紫的表演依旧存在一些瑕疵，但至少不会影响角色的观感，又不是垮掉的状态。杨紫是会选剧本的，更会选角。男主姚志明的人设令人同情，他经历了原生家庭的痛，一路长大都是小心翼翼的心态，这也造就了冷酷且有几分自我保护的风格。留给人的固有印象就是高冷，似乎很难接近。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中，这种状态一直维持着。看得太多了，给人的感觉就是演员在端着演，
毫无情感波折。事实上，这也是徐凯在塑造角色中存在的问题。至少在不同的情绪中，应当有所切换吧。只是板着一张脸，谁能代入？从形象上来看，徐凯的外在特征的确挺符合霸道总裁的人设，每次出场都是西装，精气神十足，加上挺拔的身姿，往那一站就有气场。但角色要的就是鲜活。剧中大量的片段中，徐凯的演技相对生硬，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表情变化，给人的感觉就是木讷。哪怕是一些需要情绪转折的镜头，他也只是皱眉，没有更多的肢体语言来渲染。这种僵硬的表演风格很难让角色的立体度更明显。吐槽较多的还是原声台词部分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境，徐凯说出的台词都是有气无力，就像是照着本子念出来的，哪里有半点感情。每次遇到麦承欢的时候，姚志明就板着一张脸，不急不慢地说着台词，甚至不知道在演什么。有一个镜头还算可以，但相当短。陈淑贞的葬礼上，姚志明听着奶奶的惦念和教诲，他的眼眶慢慢泛红，泪水蓄满眼眶。可下一秒，这个镜头就切过去了。要是能呈现出几十秒的哭戏，效果自然会不同。如今，姚志明这个角色面对如此多的争议，徐凯该反思一下了。以往的作品中，徐凯的古装扮相很过关，演技也很灵活，但这次挑战霸道总裁，怎么演技还有点退步呢？尝试新的角色没有问题，关键是的拿出演技，让观众信服，给剧情加分，这才是演员该做的。之前，影帝黄渤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：只有不断尝试，敢于失败，敢于塑造新的形象，才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，也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初心。可当前的影视圈，一些演员有了所谓的流量之后，就不珍惜自己的羽毛了。不管是不适合角色都要接，只希望作品能多一点。这就会造成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烂剧一部接一部。承欢记的确是值得一看的作品，虽有瑕疵，但不影响追剧。一些比较现实的片段贯穿着深刻的哲理，有些事情似乎就发生在我们身边，通过剧情也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处理、化解。职场角度的话，不管是麦承欢还是姚志明，对前路的坚定，对值得太多人学习。但说回演技的话，这一次徐凯也给很多年轻演员敲响了警钟：热爱才能专注，专注才能精彩。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，都应该认真对待，给角色赋予全新的生命力，这才是正确的选择。